今天骑着我的自行车来长江边玩，主要想看看南京长江大桥、南桥头堡。现在在下，我直接把车子骑进去。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安保做的是非常严密的，那到处都是警车，也就是这种人流比较聚集的地方。然后有个小小的门，可以通到长江边，我就直接骑进来了。看，刚才从这个门里面进来了，然后现在到江边了，我就沿着江边这条路骑一骑。骑到南京长江大桥南桥头堡下面，隐约可以看到南桥头堡上面的红旗了。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在江边走呢比较潮，但是有这种微微的江风吹过来，人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今天因为是工作日的原因，所以游人非常少，有星星点点的这个老人，或者是带着还没有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像我这样的中年大叔非常少。可以看到铁桥了。把车子停到哪呢？再往前骑吧。车子停到这儿了，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停车地点。好，车子停到这儿。好，然后我们出发。这边的环境相当不错，就是看马上看到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这是南桥头堡，上面是左右各3面红旗，然后下面桥头堡侧面是非常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标语：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然后那边看，那边有雕塑，有雕塑，就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雕塑。上面应该写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看不见 ，sorry， 待会儿等到我上了玻璃栈道再给大家看。好，咱们往玻璃栈道走一走。这个玻璃栈道呢，在这边，应该是近5年内修的吧，具体哪年我忘了。玻璃栈道。从这个玻璃栈道上面仰望整个南京长江大桥，还是非常震撼的。这边有一个望江亭，看还是蛮雄伟的，是吧？南京长江大桥是1950年代修建的吧？当时在中国是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也是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吧。
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桥修起来了。就是目前这座桥每天的通车量，就汽车和火车的通车量大概是当年设计容量的10倍有余。也就是说，非常感叹于当时的这个工程师俩还是比较有良心的，是吧？再看看那个雕塑下面的几个字到底是什么？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啊？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后落款是毛泽东。标语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回头我到桥头堡的东边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标语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看到这个标语就让我想到了那个年代吧，就父母亲那一代所经历的混乱呀、痛苦啊，还是所谓的激情。再提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玻璃栈道旁边是一个叫运粮河的。这条河呢，目前的作用其实就是城市污水处理完之后排到长江，所以你看那个水流下来之后还是比较清的，其实已经达到了二类水的这个排污标准排放标准。在明朝的时候，这个运粮河是负责给城里面运送这个补给的，比如说粮草啊这些东西，然后给那边驻扎的这个明朝的军队。南京长江大桥是个公铁两用桥，上面是走汽车的，中间的铁桥呢是走火车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就这个，待会儿走近给大家看看。长江大桥在我们小学课本里面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当时读了这篇文章，让我对南京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和向往。其实我在南京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但是这还是第一次以这个镜头这个视角想给大家讲一讲南京长江大桥的故事。南京长江大桥建于1950年代，当时中国大陆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不管是因为政治运动啊，还是国家的农业工业的基础比较差，然后呢，这个还有反右啊、三反五反，各种事情嘛，综合起来，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即便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还是团结起来，把这个桥给修起来了。目前的这座桥每天运送的车流量是当年设计容量的10倍有余，可能20、30倍，但它依然非常的坚固。当然政府会在每2、3年会组织一次大修，然后以保证它的稳定性。当然这也体现了就是当时的工程的奇迹和这个
团结一致的这种决心和良心吧，工程方面的良心。这也是这座桥呢，在现在这个商业化资本化的这个背景下，给人带来的一点提示吧。但是更多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桥头堡南桥头堡上面的一些标语和上面的三面红旗，是吧？这个政治性的标语，包括待会儿会给大家去看的这个老毛的题词：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从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大清，好，放大一下给大家看。咱们再看看那个桥头堡的东面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标语。这边也是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然后那边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好，这边果然有，看一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目前每天通行的车流量是当年设计最大容量的10倍甚至20倍。但是这座桥呢，还是非常的坚固稳固的，就代表了当时工程的这个宗教般的这种虔诚来修这座桥，然后呢，代表了当时的工程的奇迹，还有工程的业界的良心吧。还有一个也是，这些标语现在还在应该说政治性的标语还在，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一个提醒，是吧？政治这个东西不能过度化，但是每个人呢，生活在这个国度，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政治，是逃离不了政治，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呢，在这种政治高压或者说过犹不及，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讲的这政治正确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这种批判的精神，不要做乌合之众。这我觉得是作为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的思考，是吧？如果说真的发生像文革呀，或者是3年疫情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能不能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吧？不做乌合之众，不同流合污，这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你再到下面的这个江边桥头堡公园去看一看，景色也相当不错。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翻天覆地慨而慷。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老毛的这个书法是吧？还有他的这个诗情吧，还是很雄浑的。我们到下面的桥头堡公园去转转，是个湿地公园。这个圆形，这个就是我刚才走上去给大家拍大桥的那个，玻璃栈道。在每年的风水季，大概到8、9月份，长江水涨潮的时候，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都会被江水淹没，正好淹到玻璃栈道的那个柱子黄线那个位置。我们记得是2天到那边10张，那会儿再找2张。这边是一个绿色的长廊。咱们通过这个绿色长廊，再往江边桥头堡公园的那个江边湿地走一走，看透过这个篱笆网格就看到南京长江大桥的南桥头堡，是吧？你看刚才那个后面那块就是老毛的题词。经过那个绿色长廊之后，这有个蓝色栈道，你在上面走一走，往前一直走的话，就到了一个码头，然后就可以深入到长江的这个中间，可以看到江景。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江豚，叫微笑天使。我们再走一走。随便说2句吧，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太平盛世，是吧？起码在整个中国和周边来看的话，是太平盛世没问题。当然，咱不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俄乌战争，还有这个苏丹的内战还有以巴的冲突，是吧？这些战争在这儿。从局部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和平盛世，但是我觉得作为人呢，一定要居安思危，一定要去总结过去，不管是国家还是我们自己家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然后想到这种事情今后自己遇到了怎么去避免，怎么样不让这种悲剧再重演，而且把自己的这个所思所想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不要去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政治狂热呀，干嘛发生了之后，不去做乌合之众，是吧？不去同流合污，这我觉得是当今我们特别欠缺的一个东西，也是在中国大陆这个目前这个环境下面非常欠缺这一点，就没有很好的对过去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历史的一些反思讨论，就很难去说，就是说将来能够避免这种事件的重演，是吧？今天天气有点热，但是有江风吹过来，这种清风徐徐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回望一下我们的三面红旗。看看那边是金陵造船厂，金陵船厂。你看这地方应该也有他们，应该也是金陵船厂废弃的厂房啊，还是职工宿舍，都已经废弃了。我已经走了一段了，离长江大桥也已经有一段了。你看远处那个是，应该是在长江大桥的北端的北桥头堡，也是三面红旗啊。改天有空。长江上的货船，应该是货船啊。那边有一面墙，文化墙，上面应该是各个长江上各个地方的这个大桥的介绍啊。回头我去给大家拍一拍。这边马上到一个码头了。到这个码头看一看。还有就是现在长江是10年禁渔的，应该到现在是第3个年头了吧？看10年禁渔，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我还是非常支持的。啊，这是一个码头，咱们去看一看。哇，从这个地方看，长江大桥相当的宏伟啊，这个角度非常棒。在上面前看看，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啊！看一看，那个远处那个就刚才我说的北桥头堡，远处是江北，这边是江南。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江南。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江豚的标志，铁艺标志。运气好的话，在这儿可以看到江豚的。这个船好像停到这儿是干什么的呢？拉了一条管子，好像从这儿拉过来，不知道用来干嘛的。然后镜头所指的话是，招商局的那个金陵造船厂。金陵造船厂，招商局还是非常有历史的，在清朝洋务运动时期的话就成立了，然后延伸到现在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分支机构，比如说著名的招商银行，其实就是它的分支机构。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百年企业的，但是呢，在1949之后呢，经历了这个公有化的过程，是吧？很多企业可能牌子还在，但是其实已经
它的这个品牌呀，还有它的一些传承早都变了，是吧？它的一些内涵可能已经没了。我一直觉得南京在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被低估的城市，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但是呢，被现在这个运作呀，或者是当前这个流量经济来讲的话，南京感觉被忽略了，或者被忽视了吧，至少。哎，我们到那边那个码头再去看一看。